手工。今天呢，给您带来的是这样子的一款背包。我呢做了上百款的包哈，这款包的制作方法呢是最有难度的了。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它的结构哈。这儿呢有2个夹层，夹层上呢都是有这样子的一根长拉链。它的侧面呢看起来就比较有特色，侧边呢一边窄一边宽，宽的这边呢就是中间的一个夹层。那我在夹层这儿呢还钉了一颗摁扣。这款包制作起来呢有难度，但是我觉得慢慢做一定能够完成。您要不要和我一起来做一个呢？先来和大家介绍的是包用到的材料和具体的尺寸。首先呢，我们画出主体部分的铺棉，这个呢长度21厘米，高度14厘米的一个长方形哈。然后我们在这2个角上，这儿3.5厘米，这儿3.5厘米，画一个圆弧，这2个角剪掉。现在我把铺棉剪下来了，烫在了面子上，我们需要放1厘米的缝缝。这个呢需要4份，根据面子的大小，我呢剪了4份里子。这2份呢是底边的材料，这份是长度42厘米，宽度4厘米。说的呢是铺棉尺寸，我们需要放1厘米的缝缝，面子1份，里子1份。这份底边呢是长度42厘米，宽度2厘米，放1厘米的缝缝，那里子面子也是各1份哈。包还需要2根32厘米长的拉链和2个低字扣。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制作了。首先呢，我们拿出主体部分的2片面子材料，2片里子材料，我们把1片面子材料上面放上半根拉链，中心点和中心点对齐哈。拉链的齿呢是冲下的，然后再盖上里子材料。割好以后，我们从中心点向2边车到这个圆弧的位置，把半根拉链固定上。这片呢也和这个是一样的，我们把另外半根拉链也车上。2片的弧线呢都车好了，现在我们把它们翻到正面。翻到正面以后，我们把拉链头给装上。拉链头装好以后是这样的。接下来我们把这儿3条边给车上，3条线车好了，那我们这个夹层啊就制作完成了哈。现在把它放到旁边，我们来制作另一个夹层。首先呢，我们拿出42乘以2厘米的底边材料，面子和里子，然后呢再拿出另一根拉链，我们在面子上放上拉链，那拉链的正面呢要和面子相对哈，然后盖上里子。我们在这儿车1条线，把它们3个固定在一起。那这端呢也是一样的哈，我们用缝纫机把这2端先固定上。2端固定好以后呢，我们把它翻到正面。翻到正面以后，咱们在这儿啊再车一个2毫米的窄边，2端的窄边车好了。现在我们把它固定在面子材料上，这儿呢是这条边的中心点，这儿呢是底边的中心点。我们中心点和中心点对齐，从中心点向2边车到这儿啊一个缝缝的样子。这儿我们用剪刀打一个剪口，然后这样子哈，再往上车，把这一圈都车上。咱们现在1圈全部都车好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盖上里子。盖上里子以后，还是刚才那个位置，我们整个车1圈，在这儿记得要留一反口。里子1圈呢车好了，我从这个反口把整个材料呢翻到了正面。现在呢，我们这儿全是光边了，一会儿这个口子呢做到最后的时候会用长针法把它给封上哈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拿出另一片底边材料，面子、里子，我们把它的2端各搁上低字扣，低字扣冲里哈，然后盖上里子材料，这2端各车1条线，然后翻到正面呢，再车一个2毫米的窄边。翻到正面以后，我呢窄边也车好了。现在我们把它固定在这份材料上面，咱们中心点和中心点对齐，正面和正面相对，从中心点向2端车哈。我们这样子车条线，把它俩固定在一起。这条线车好以后呢，2片底边材料呢就连在一起了。现在呢，我们把它们都翻到反面哈，然后再搁上另一片主体材料。搁好以后，这样子车1圈，1圈车好了。现在呢，这个材料是这样子的哈，我们把它翻到这面，然后我们盖上最后1片里子。盖上以后，我们里子整个车1圈，然后这儿留反口。
那车啊，咱们是跟刚才车的那个位置是一样的哈，不要把里边的侧上。现在如果车的是可能应该是最难车的一条线了，因为它已经好几层了。车的时候呢，咱们可以分几次，慢慢的车。一圈线呢车好了，现在呢从反口把整个包翻到正面。这个反口咱们留的时候啊，留的大一点，好翻一点，因为这里边已经很厚了。如果留的很小的话，可能那反口啊会崩开。现在包呢翻到了正面，反口呢在里边了哈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包这样子翻过来，拿出最先做的夹层材料，我们把它中心点和中心点相对，这样子把它给车上，然后用本色的面料呢给它包一个边。这个夹层呢也组合好了，毛边呢我也包上了，现在我们把它翻到正面。我在中间这儿呢还钉了一颗摁扣。今天这个包啊制作起来有一定的难度，但是大家只要慢慢做，是一定能够制作好的。这期视频内容就是这些了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内容，请您点击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。